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离婚还有收养的初阶课程哦。那我们要先讲离婚的部分。基本上离婚可以有2种方式进行。第一个部分是协议离婚，那第二个部分呢，如果协议不成的话，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那由法官来决定你们是不是可以离婚的哦。那我们先要讲协议离婚的部分。那协议离婚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很困难，基本上我们只是要用一个书面，还有2个人以上的证人，然后2个人一起去户政机关办理登记，这样子就完成了。离婚的书面呢，其实也不困难，一般人常常会去书局买一些制式的离婚协议书，那其实呢也可以自己写，有一些重点把它写到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要写夫妻双方的姓名，还有出生年月日，还有身份证字号，这样才可以识别说到底是谁办理离婚。另外一方面要载明非常清楚，2个是要离婚，就是不要再共同生活，要离婚了。一般人都会说因为个性不合呢，所以决定要离婚。第3个部分如果是有小孩的部分，那我们可能要约定一下监护权。那监护权的约定可以约定由双方其中一方担任监护人，或者呢是约定由双方共同监护。那如果在实务上，如果你们是没有做约定的，我们通常会认为维持共同监护的部分。那如果小孩有一方监护的，我们通常会约定另外一方看小孩的时间。那把这些事情载明，这样子大家对于未来的生活比较能够做规划。那其他的部分呢，比方说小孩子抚养费怎么样支付的方法另外关于精神上的慰抚金或者是赡养费或者是夫妻的财产是要怎么样分配。那我们把这些事情约定清楚了，然后有夫妻2个人的签名，还有证人的签名，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文书呢拿到户政机关去办理登记。不过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实务上大家常常犯的错，就是关于证人签名的部分。证人必须要对于夫妻要离婚的意思，必须要有亲见亲闻的人才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哦。所以夫妻是不是有离婚，是证人要证明的范围。所以在实务上，有时候有些人呢，只是请2个人签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夫妻他们双方确实有要离婚的意思。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在实务上常常会因此然后被判这个离婚是不成立的，然后这样子会引申未来很多很多麻烦，这个是千万叮咛大家要注意的哦。如果呢我们协议不成，没有办法达到离婚的协议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哦，就是可以起诉请求离婚。那依照法律的规定它是要先向地方法院的家事法庭申请提出离婚。是要向哪一个地方法院呢？那基本上我们要看就是夫妻的住所地，或者是经常居所地，或者是原因事实发生的夫妻住所地，或者是夫妻用书面约定的一个法院为之哦。简单的来说就是夫妻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曾经发生一个离婚事实的地方，像这样子地方的法院提起。好，我们现在就教大家一步一步来做，跟着我来吧。很多人觉得法院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其实不是这样哦，也不是一定要请律师哦，其实靠着自己就可以办到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法院是要怎么样子来申请离婚。这边是单一窗口，然后这边有收状的地方，还有诉讼咨询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在诉讼咨询的这个地方买到一个状子，然后填写以后直接递到收状的部分就可以咯。先生你好，我想要离婚的状子。好的，马上为您处理。小姐，这是离婚的起诉状。这是离婚的起诉状哦。这份是我们刚刚在那个收状处那边买到的起诉状。基本上这个原告就要填上自己的姓名，还有电话，最好还有身份证号码。然后这是填姓名，然后被告就是填你的另外一半的姓名，然后住址还有电话，最好还有身份证号码。然后这一页的部分呢，就是诉之声明。诉之声明它这边有写好，就是要写说原告与被告离婚。然后如果你们有小孩的话，就要把你们
你们的小孩的姓名，主要是未成年的部分呢，填在这里。那权利义务呢，看你是觉得是要你行使，还是由对方行使。如果你行使的话，你就留着原告不要动；如果是由对方行使，就写被告行使及负担。那这边我们有罗列啊各个离婚的事由，那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你就在这边打勾。然后那这边呢，你就可以把你为什么要离婚的这些事实啊，发生了什么事写在这边，让法官知道哦。然后如果有什么证人啊，还是有证物啊，就可以把这边写在这儿。然后这边记得要签自己的签名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诉状的程序了，很简单吧？我们填写好以后哦，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递状咯。这边呢是家事服务中心哦。如果你们有小孩要来开庭会紧张，然后这边可以帮小孩做一些开庭的准备，还有开庭的时候陪小孩一起出庭哦。如果小朋友会紧张啊，这边有可爱的社工阿姨哦，可以陪小朋友出庭哦。你好，社工阿姨有没有什么可以对爸爸妈妈叮咛的？如果小朋友要出庭的话，如果爸爸妈妈觉得小朋友第一次来法院会紧张，建议就是可以先来我们这边社工阿姨会陪他们先玩，让他们对这个环境比较熟悉，这样子出庭就不会紧张咯。谢谢社工阿姨。法院收到状子之后我们会先做一个审查的动作。如果有不具备的地方呢，我们会通知你们把东西要补齐。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会安排一个调解期日，因为一般离婚的案件都是必须要经过调解，除非你们的案子是已经经过调解，或有一些状况呢是调解不可能成立的状况，所以可以不要经过调解。基本上因为调解程序是不公开的，那因为这课程的需要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调解室。我们法院了解在经过离婚非常痛苦的状况之下，很多人的情绪是一直起伏很大的。然后，所以法院现在请了很多心理师、社工师的专业人员来帮助大家哦。所以在调解程序中不仅仅只是我们要就这件离婚来做一个决定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做一些咨商的工作，来帮助大家对这个婚姻做一些沉淀还有整理。那基本上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是不公开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在这边说。我们对外是调解委员是有保密的义务哦，所以他也不可以是在外面对大家说你们之间的秘密。另外一方面如果在这边成立调解，就不用再去户政机关做登记哦。法律规定说在这边在调解笔录上签名以后你们这一天离婚就成立了。而且如果说你们诉讼费用缴的部分还可以退还2/3哦。所以调解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婚姻问题。因为我们非常鼓励在家事进行调解，所以我们也担心大家对于调解是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部分调解，让大家知道调解程序是对大家有帮助而且是不需要害怕的哦。这位女士，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叫郑一纯。这位先生，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叫刘嘉欣。你们两位好，那我今天是你们两位的调解委员。那我知道你们在这个婚姻这件事情上，你们两个的想法和意见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然后在这个部分你们可能也遭遇到一些挫折，所以觉得生活越来越困难，是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处理下去。那所以今天来这个地方，那我们可能想看看你们的婚姻问题是要怎么样子做解决会比较好。那所以等一下，那麻烦看看两位决定由谁先来做陈述，然后之后另外一位再陈述。那我们做一个约定好吗？就是一方在讲话的时候，另外一方是不要插嘴的，这样我们可以帮我们大家都一起很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样可以吗？可以。那我们要进行调解咯。那在进行调解之前，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如果没有，那
谁想要先陈述，让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先讲吧。好，我跟他结婚10年，然后10年来啊，他就是只要脾气一来，他就会骂3字经，然后讲脏话，然后如果我晚一点点回到家，他就会骂我，他就说骂得很难听，他就说我是贱货，所以我有听到你这部分，你在告诉我说，在这个婚姻中，你有觉得很多的压力，还有觉得很多的痛苦，因为他对你来说，他会骂你，然后感觉你如果晚回家的时候，他会骂你贱货，那代表他不是那么信任你，所以因为他这样的状况，你觉得精神上是觉得很痛苦，然后这个关系你会觉得让你不是那么自在，这么开心，是这样吗？如果在调解程序我们还是不能对离婚这件事情达成合意，达到一个处理的方法，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开庭那这是1审的程序如果这个1审判决我们是不服的，可以上诉到2审，2审判决如果还是不服的话，我们可以上诉到3审。那因为要让大家了解一下程序所以虽然这法庭是不公开，今天偷偷带大家看一下。本院1040字第1号案件开始审理。好，郑女士，请问你的诉之声明是什么？跟起诉状一样吗？是不是要请求离婚？是，好。那尤先生，请问你的答辩呢？你是同意离婚还是不愿意离婚？不同意离婚，所以你要请求原告之诉驳回，是吗？好，我了解。好，郑女士，你要不要让我们知道一下你为什么要起诉请求离婚？我跟他结婚10年，然后这10年来，他只要脾气来，就会骂脏话，骂3字经，然后我如果晚一点点回到家，他就会骂我骂得很难听，说我去偷 K 呀。他骂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当然很难过你很伤心。你觉得他这样子是侮辱你，伤害到你的人格，是不是这样？对。好，然后呢？如果我们吵架，他又有喝酒的话，就会动手打我。所以我去验伤验了3次。是他动手打你，你有什么感觉？我就也是很难过很难过，很伤心，他怎么这样子伤害你？然后他打你的时候，你觉得怎么这么不顾情面？是这样吗？好。所以呢？你验伤就验了3次，你都一直都有原谅他，所以这个部分你要起诉是请求不堪同居之虐待的原因，要请求离婚是吗？好，那尤先生，你有什么看法？您刚刚说的都不是事实。好，郑女士，那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要提出来让法官知道的？他最后一次打我是5年前，因为他打我，所以我去申请保护令，然后他就搬走了，从此以后他就对整个家庭不闻不问，没有任何责任感，然后打电话给他也都不听，然后小孩子都是我在负责，所以你觉得整个婚姻所有的负担都落在你的一个肩膀上，你觉得很辛苦很累，所以这部分你要起诉请求的是恶意遗弃是吗？好，那尤先生这部分你有什么意见？刚刚说的打他的那部分是有原因的。今天很开心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法庭设备是有跟得上时代的这是我们科技法庭的设备。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提示证物的话，直接放到这个证物提示机以后，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证物。先生你好，我想要收养的状子。好的，马上帮你准备。对。这是收养的套状，请您看一下。谢谢。这是收养的状子在这里就可以买到。如果不知道怎么填写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个旁边有做一些咨询，会教你们怎么填写这些呢是我们刚刚在单一窗口买到的申请状那其实收养一般可以分成已成年，就是说被收养人是成年的还有收养配偶子女还有未成年收养，还有这个与配偶共同收养4种不同的申请状。
基本上我们法院啊有把如果要收养子女啊，要齐备的文件哦，都有把它写在这边咯。如果收养人的部分啊，在未成年的部分，他一个健康证明、在职证明和财产证明。然后，如果被收养人是成年的啊，就要提出父母双方的同意书，然后要收养契约，然后当然是要盖双方的印章。然后那要向哪个法院申请呢？这边有写很清楚哦，就是收养人住所地的法院。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收养的契约书啊，然后这边有列，然后收养人就是要收养人的人，然后愿收养谁的子女，这是被收养人的父母，这边要写名字，然后为养子女，然后有经过他们的同意。那如果小孩是未满7岁要被收养的时候，他的收养呢，基本上由他的父母代他为之。然后这边当然是有一些要件，有经过他法定代理人或生父生母的同意，这边要打勾。然后这边必须要签名。好，这是一个制式的收养同意书哦。所以如果收养的时候啊，必须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重身份上一个变更的行为，那基本上这个同意书是要经过公证的，确定父母确实是有同意。那另外啊，如果是未成年收养啊，现在还是必须要得到媒合机构的一个访视的建议。基本上这个是收养调查表哦，是帮助法院了解你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收养，还有一些细项的部分，比方说法院要审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我们也会从这边表格里面看这件收养是为什么要成立，有没有出养的必要，然后我们才可以了解说这件事情如果是有未成年的话，对未成年是不是有利的。